排便困难，总是便秘，真的是让人很难受。其实便秘和平时饮食有很大关系。下面的这2种食物可能会越吃越便秘，别再傻傻不知道了。甜食。甜食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但是甜食含有很高的糖分和脂肪，如果过量食用的话，会加重代谢负担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引起便秘。油炸食物。油炸食物很香很好吃，但油炸食物属于高脂肪食物，吃的太多容易造成肠堵塞，也容易引起便秘，所以要少吃才行。那经常便秘应该吃些什么呢？可以常用贻物泡水喝，对缓解便秘有帮助。可以用荷叶泡水喝，荷叶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和生物碱，具有润肠通便、促进脂肪代谢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喝些荷叶水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达到美容瘦身的效果。常做好2件事，延缓肌肉衰老。肌肉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地方，人体的肌肉非常重要，肌肉参与我们人体中很多活动，比如咀嚼、肠道蠕动等，还有走路下蹲，肌肉都会参与。但当人上了年纪之后，肌肉量开始减少，肌肉开始老化，这样呢就很容易维持自己正常的生活，所以养好肌肉很重要。日常生活中坚持做好2件事，可以帮助延缓肌肉衰老。第一，补充蛋白质和水分。我们肌肉的主要成分是水和蛋白质，所以只有保证水和蛋白质充足，才能够让肌肉更好的生长。平时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优质蛋白和水的食物，比如肉类、牛奶、蛋类等。第二，运动锻炼。每天保证适量的运动锻炼，可以让肌肉更好的生长，增强肌肉力量。比如做一些深蹲、俯卧撑的运动，都可以缓解肌肉老化。那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，可以做一些轻缓的动作。坐在椅子上，抬起左腿与地面平行，脚尖回勾，这样坚持10秒，落下放松，重复的做20次，再换右腿做2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强肌肉力量。所以肌肉对身体非常重要，大家要时刻的锻炼肌肉，延缓自己10人9胃病。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导致胃病的原因有很多，熬夜、不良的饮食、幽门螺杆菌感染、抽烟喝酒等。如果不加以调理，很有可能会引发病变。所以养胃刻不容缓，首先饮食非常重要，胃不好的要少碰一种食物，就是太辣的食物，尤其是辣椒。有些人是无辣不欢，但如果吃的太多，很容易刺激肠胃以及胃黏膜，不利于胃部健康。那想要养好胃，可以多吃2种黄色食物。第一种，南瓜。南瓜营养丰富，富含维生素 A， 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吃。第二种，小米。小米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小米有健脾和胃的功效，其中还有很多维生素、微量元素以及胡萝卜素等。经常用小米熬粥喝，有很好的养胃作用。那除了这2种养胃食物，还可以搭配养胃穴位大陵穴。大陵穴在腕横纹掌侧的中点处，大陵穴在5行中属土，对应着脾胃，是心包经上一味很经典的健胃消食片。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就行，每次3到5分钟，有降胃火、提升胃动力的作用，特别适合脾胃不和、消化不良的人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，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。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膀胱炎。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。椎酸痛、僵硬很难受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呢，教大家一套颈椎操，只需2个动作能够缓解颈椎不适。第一个动作，
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手臂张开，手握成拳，手臂稍微的向后倾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手臂向前伸展，和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这样反复练习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肩部、颈部的血液循环，放松肌肉，对缓解颈椎不适有很好的作用。第二个动作，平躺在垫子上，将双腿慢慢的向上抬起，然后尽量的往头部靠近，最好呢在头部上方落地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增强颈部和背部的血液循环，对颈椎有很好的锻炼作用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的练习10分钟，可以帮助舒筋活络，让颈椎。说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，多喝水不如会喝水。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。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一个，起夜的时候喝1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。这时不妨喝上1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二个，睡觉前喝1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1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三个，早起后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四个，吃完饭后喝1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1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多杆菌不用怕，用2种植物泡水喝，杀菌养胃，呵护肠胃健康。蒲公英，蒲公英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。蒲公英又叫婆婆丁，一到春天呢，遍地都是。蒲公英其实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，具有天然维生素的美称，有很好的杀菌抗毒的作用。将它晒干泡水喝，可以帮助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洋甘菊，洋甘菊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洋甘菊中含有一种糖苷类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，还有杀菌养胃的效果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呵护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，让口气也清新起来。俗话说，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胃不好的朋友不妨常用上面这2物泡水喝，或许能让胃部慢慢好起来。日常生活中，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。如果出现甲状腺结节，首先要及时就医，然后平时在饮食方面也要注意，少碰下面2类东西。含碘高的食物，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一定要控制碘元素的摄入。对于含碘高的食物，就尽量少吃吧，比如海带、紫菜等，因为碘元素会刺激甲状腺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辛辣刺激的食物，除了含碘高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不建议吃，因为这类食物会影响内分泌，刺激甲状腺，也会加重甲状腺结节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忌口。除了少吃上面2类东西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能够帮助化瘀散结。这种食物就是冬瓜。冬瓜含有很高的营养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的功效，而且冬瓜中还含有丰富的纤维素，对缓解便秘、排出体内毒素有帮助。有甲状腺结节的朋友，经常的吃一些冬瓜，能够帮助减轻甲状腺结节。谁说只有养成好的习惯才能让人长寿？其实下面这3个看似不健康的习惯，也许也能够让你延长寿命。习惯1：晨起不着急叠被子。很多人认为早上不叠被子是一个不好的习惯，其实这样将被子摊开一会儿，可以减少被子上的有害物质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起床后可以先忙别的，不用着急叠被子。习惯2：站着吃饭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吃饭都是坐着的，其实站着吃饭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，因为站着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食物消化和吸收，对肠胃健康也有利。习惯3：长伸懒腰。伸懒腰在有些人眼里可能是一个很不雅观的动作，但伸懒腰却有很好的养生作用。经常伸懒腰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消除人体疲劳，而且还有养护心脏的作用，可以说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上面这3个坏习惯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相对来说会更容易长寿哦。别再以为这是坏习惯了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